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生活中10个健康习惯，有5个以上，说明你还很年轻。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不知不觉间，人生已经走到半坡，回头看看，才发觉最珍贵的拥有，无非就是一副健康的身体。对一个女人来说，这是她面对生活最大的底气，也是一切幸福快乐的源头。华大医学总裁尹璇曾说，健康的本质其实就是人性的管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充满活力感的中年女人都有以下10个生活习惯，快来看看你中了几条。1. 习惯清淡饮食。西方有句谚语，你就是你吃的结果。这一生除了空气和水，唯有食物能伴随我们一辈子。一日3餐，我们吃的是食物，构建的却是身体，累积的更是生命。养生节目《女性吃出健康吃出美》中，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于康介绍，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相应延长人的寿命，但垃圾食物却是健康的最大杀手。许多中年常见的疾病，如糖尿病、痛风等，都与长期食用重口味食物有关。三毛也曾说，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让我的身体保持清洁。女人到中年，油少一点，眼轻一点，健康才会更多一点。2. 注重牙齿健康。人言齿之落，寿命里难事。人讲牙掉光，寿命就难讲。牙齿是人体里头最硬的零件，虽说不是啥刀枪不入的金刚钻，但也不会随便就被打败。牙齿要是有了缺损，那对健康可是影响很大的，还可能是好多病痛找上门的开始。中国口腔医学界的大咖周继林教授都过了100岁大寿，牙齿还白花花的整齐，精神头也是杠杠的。他老人家最爱讲的就是牙齿好身体才棒，牙齿不好病痛就找上门。为啥这样说呢？因为牙齿不好，胃肠就要多受累，消化吸收就不顺畅，这样一来身体怎么会健康呢？书上人体使用手册里头也有讲，牙周炎的人比起牙周健康的人，得冠心病的几率要高出1倍半，中风几率高2.1倍，肺部感染的几率也要高出1倍77%。要想身体好，吃得香，一口好牙是少不了的。那些懂得好好爱护牙齿的女人，岁月也会更加温柔地对待她们。3. 维持体重。身体好不好，看看体重就晓得。真正健康的女人都是懂得适度的高手，不会让体重变成生活的累赘。《富有的习惯》这本书里，职场精英第一很受老板赏识，前途无量。美中不足的是，他爱吃又不爱动，体重超标的吓人，而且越来越胖，时常生病，工作表现也大不如前。几次失误后，第一被公司炒了鱿鱼，后来找工作也是处处碰钉子，懊悔的他忍不住大哭，我怎么会变这样，真是自作孽。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体重调整到适合自己的范围。后来40岁的他变得清爽利落，气质满满，重回公司不久就升职成了首席执行官。管好自己的体重，才能管好自己的人生，不用逼自己瘦成一道闪电，体重稳定不超标就好，也不用强求马甲线腹肌，身材均匀健康就好。得体的体态才是一个女生最好的生活样貌。4. 拥有规律的作息。古人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命也得有个适合的节奏，就像钟表那样规律的运转。要是随便打乱身体的生物钟，最后还是要自己来买单。内分泌专家柳顺玉医生之前有个失眠的女病人来看诊，这个女生性格挺开朗，生活也挺顺遂，身体检查也都一切正常，但就是睡不着觉，就算是睡着了，
也只是浅浅的睡。柳医生问了半天才找出问题所在，原来他睡前爱玩手机，少则1-2个小时，多则3-4个小时，玩得随性，睡得也随性，结果身体就不买单了。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他每晚11点准时关机睡觉，作息变得规律，睡眠也充裕了，失眠症也就不治而愈了。就像教育家夸美纽斯讲的，身体要过着有规则、有节制的生活，才能保持健康。起居有常，作息有度，身体才能充满活力；井井有条，睡眠充足，人生才能充满生机。5. 积极乐观的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有报道讲，乐天派的人对生活抱持正面态度，目标明确，社会认同感强，他们比悲观派的人更健康。生活的样貌是看人的心态如何。在鲁豫有约的一期访谈中，金墨玉的风趣幽默让人印象很深刻。她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肃亲王最小的女儿，被大家叫做17格格。不过运气不佳，40岁那年，因为受到牵连，金墨玉被判15年刑期。监狱生活无聊，但她从不抱怨，反而会苦中作乐。放风时，她会故意去踢树枝，走一步踢一下，趁人不备时一脚踢进屋子里，让狱友们笑得合不拢嘴。一直到80多岁，她依然像个孩子一样开朗，深深感染了我们。我相当认同一句话，女人过的是心情，活的是心态，心态好，身心也就跟着顺了，乐观积极，生命就会变得更加充实有意义。6. 碎片化运动。根据英国医学杂志的研究显示大家不用特地找半个钟头、1个钟头这样整段的时间来运动，日常生活里头一些短短的举动就可以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举个例子，提着东西走超过100公尺，特意跑着去赶地铁或公交车，虽然时间不长，但这种随时随地的运动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不妨好好把握生活当中的零碎时间，早上起床跑几步拉拉筋，工作间隙伸个懒腰做做深蹲，吃饱闲着爬爬楼梯走走路，积少成多，你动起来的每一步都算数。就像卡耐基讲的，零碎的时间如果能善加利用，也能变成完整的时间。每天坚持利用零碎时间运动的女生，一样可以越来越健康。7. 享受生活的小情调。梁启超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人到中年，什么事儿都可能碰到，要是生活里头没点喜好，那日子可真的挺无聊的。尤其是中年女人，在一堆繁琐的事情里头，更得找点乐子来陶冶一下自己。去爬爬山，听听海浪声，游游湖，赏赏月，或者是弹琴下棋，写写画画，吟诗品酒，赏花品茶，总有一款爱好能让你找回心中的期待，重拾自信，甚至还能帮你舒缓焦虑，减轻辛劳，说不定哪天就能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电视剧《30而已》里的钟小琴，她原本只是用写作来排解压力，结果没想到这临时起意的喜好竟然让她找到了不一样的自己。看似没用的东西往往有大用，中年女人千万别小看自己的那些小兴趣，它们可能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秘密武器。8. 有深度思考的能力。每个人的日子都是昨天、今天跟明天的循环交替，所有人的生活都是晴天、雨天跟阴天的交替上演。可是呀，有些女人越活越麻木，每天在忙碌的漩涡中打转，而有些女人却越活越有活力，每天都像刚刚东升的太阳，充满朝气。她们最大的差异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而在于思考的深度。就像作家李尚龙讲的，不管多忙，
都要给自己留些空闲的时间，这些时间用来让自己放空，想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有没有更棒的路可以走。习惯深度思考的女人会去探索领悟，内心不会被琐事杂念缠绕，所以专心致志不焦虑，懂得思考进步，人生不会被世俗偏见绑架，所以从容前行不惶恐。9. 愿意接受新事物。成年女性最强的地方，就是历经世事变迁，心仍然年轻如初。她们不墨守成规，而是主动探索新知，时时为自己换血。这样的女性每一天都活得精彩，当然身心健康，快乐自在。我曾看过一个访问，很有感触。息影10年后，55岁的李若彤多了2个全新的身份。她先是写书出版，一本随笔集《好好过》，鼓励了不少人勇敢面对困难。接着，她又当起了节目策划人与主嘉宾，制作了一档健康纪实节目。大家惊讶于她的大胆转型，她却从容地笑说：“人生不受限，我的黄金时代还未来到，以后的日子会更好。”女性不管多少岁，只要心还热着，健康就不会远去。你用健康的态度拥抱生活，生活也会为你开启一扇新门。生活不对，人生就不会精彩。女性下半生最高级的炫耀，是心无挂碍，眼中有光，身体无恙。以上9个生活态度，如果中了5个以上，恭喜你，你还很年轻。其实，女人一旦迈过40岁这个门槛，该经历该体验的人生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大致都已尝遍，不再天真无邪，也不再盲目沦陷于爱情，而是变得愈来愈清醒，愈来愈豁达。这时的她们开始真心疼爱自己，学会往内探索，重视养生，细心呵护身体与情绪。那么在这个成熟的年纪，该如何养生，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外兼顾的中年少女呢？作为一个即将在6天后迎来48岁生日的中年女子，我现今身体康健，激素平衡，经期规律，情绪稳定，并未遭受明显的更年期困扰。下面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并让我获益匪浅的生活习惯。1. 坚持读书。我这位从小就爱上阅读的女子，总觉得读书带给我无限的成长与力量，也觉得很幸运，从小便养成了这样的好习惯。听过这样的话，读书是最便宜的投资，也是通往世界最好的路。脚步无法走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也可以。喜欢读书，就是把生活里头孤单的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我觉得很对。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童年时并没有什么物质条件，玩具就只有田里的泥巴跟路边的石头，甚至连真正的玩伴都没有。不过，隔壁大叔家书房里那满满一书架的书，无意间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从中国经典文学到外国名著，从三毛到张爱玲，从金庸到古龙，我的童年跟少女时期就是这样废寝忘食地看书。用高尔基的话来讲，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这样形容我一点也不为过。后来，当我经历婚姻的破裂、事业的挫折，这些人生的低潮时，也是书籍一直陪着我，给我力量跟勇气，让我在黑暗中依然可以看见光亮，在失意时依然可以拥有自信。前几年我看了很多实用型的书，像是职场、管理、亲子教育、两性关系等等。这几年则主要看心理学、个人成长以及中医养生方面的书。我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治疗了自己，让自己从焦虑型人格依恋转变成安全型人格依恋，得到了和谐稳定的亲密关系，并运用学到的中医养生知识调理身体，解决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对我来说，读书真的是改变我命运的方式。我从读书中得到的
不只是知识，还有人生的智慧。这里也推荐几本我觉得很好的书给大家：少有人走的路，断舍离；终身成长，被讨厌的勇气，深度关系；腹有诗书气自华，40岁之后，坚持读书会让你内在充实，在优雅。2. 适度运动。体育界的智马约翰先生曾说，运动是健康之本，也是长寿的不二法门。而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一言，身体之健康，因怠惰而瓦解，因锻炼而恒久。我年轻时忙于工作，生活步调紊乱，运动于我是奢侈品。但跨过40岁大关后，我渐渐明白运动的重要，于是晨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家中瑜伽的修行，清晨在临近公园的慢跑或快走，更是我心头所好。每日清晨5时许，我自然醒来，一番梳洗后，饮一杯温水，身着鲜艳运动衫，脚踏心爱跑鞋，耳塞一戴，便步入晨光，开始我的晨练之旅。家附近公园环绕，步行不过10分钟便能抵达。清新的空气，美丽的花草，伴随着动感的跑步音乐，我在其中慢跑或快走。梭罗，那位《瓦尔登湖》的作者，他曾说，双腿移动时，思维便如泉涌。我对此深有共鸣。晨练之美在于能亲眼见证日出，阳光温柔地洒向大地。我热爱在晨风中奔跑，迎着朝阳，如向日葵般向阳而生，无畏忧伤。大约1小时的晨练，汗水浸透肌肤，身体轻盈如燕，多巴胺的分泌让我心旷神怡。晨练之后，一顿丰盛的早餐，便能让我整天精力旺盛，元气满满。卢梭曾言，体弱则灵魂与智慧无活力之源。法国医学家蒂苏易说，运动可代药，药不可代运动。确实，运动是最佳的良药，它能治愈身心的创伤，让中年女性保持曼妙身姿、青春活力以及健康的体魄。3. 规律作息。古人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意思就是说，人要顺应大自然的节奏，白天做事，夜晚休息，要早睡早起。40岁以前，我也常常熬夜，晚睡晚起，有时连早餐都来不及吃。但过了40岁，我开始体会到规律作息的重要，慢慢改成早睡早起，按时吃饭。每天晚上吃饭后，我会看书或者听书1个多小时，8点多就开始用中药包泡脚，泡个20来分钟，然后上床听音乐或者听书，让自己慢慢入睡。通常我很容易就睡着，有时一首瑜伽音乐还没放完，我就已经进入梦乡。大多数时候，我都会在9点多到10点之间睡着，早上5点左右自然醒来，睡足7个小时。这几年我还有午睡的习惯，每天中午会睡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因为作息规律，我每天都觉得精力充沛，状态很好。早上的几个小时可以做很多事情，像是运动、读书，或者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在清晨的阳光下慢慢享用，细细品尝食物的滋味，再步行去单位上班，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一天的工作。40岁以后，养成规律作息的习惯，让我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生活也更加从容不迫，远离忙乱和焦虑。4. 均衡饮食。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饮食均衡真的很重要。人体要摄取的7大营养素，每一种都得适量。这几年我都自己在家做饭，很少出去吃，也不常参加饭局。每天我都会去菜市场买新鲜的菜，慢慢学会了做营养早餐和煲汤。到了周末或节假日，没事就在家琢磨做菜。厨房的烟火气里头，煮出来的不仅是好吃的，还有健康。今年我还特地报名了营养食疗的课程，深入学习怎么搭配均衡的饮食。我还把家里的食用油换了一部分，改用山茶油和亚麻籽油，
主食方面，我从前2年开始就减少吃精米精面，改用杂粮和杂豆，常蒸红薯、玉米、土豆、山药这些当主食，糙米、燕麦、小米、黑米，还有各种豆类，家里都备着，粗细搭配，主食尽量选优质的碳水。豆类是很好的植物蛋白质，对女性雌激素还有调节作用。40岁以上的女性应该多吃豆类和豆制品。鸡蛋和奶类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我每天早餐都会煮1个鸡蛋，再泡1杯有机纯脱奶。肉类的话，我会尽量选白肉。鱼类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尤其是深海鱼。鸡胸肉也常备着。红肉里，我吃的比较多的是牛羊肉，猪肉比较少。我很喜欢煲羊肉汤，又好喝又营养。蔬菜水果是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得多样化，还要吃够量。我一般都选当季的果蔬，健康又实惠。均衡饮食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让女人身体健康。40岁以上的女人，只要养成坚持读书、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这4个好习惯，就能拥有聪明的头脑、优雅的气质、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体态、愉快的心情，成为一个活力满满、内外兼修的中年少女，活得自在又从容。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